2024年8月8日，注定将被写入科学史册。这一天，世界上目前最强大、最先进的太阳望远镜——井上太阳望远镜，捕捉到了前所未有的太阳耀斑图像，其规模之大、分辨率之高，令人惊叹。这些图像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太阳的印象，更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理解太阳活动的方式。这次非凡的观测来自坐落在夏威夷哈莱阿卡拉火山山顶的井上太阳望远镜，它成功捕捉到了一次强度达到 X 级的太阳耀斑，这是耀斑等级中最强的一类。更令人震撼的是，图像中呈现出厚度只有21公里的等离子体环结构，这种极端细微的尺度过去仅仅存在于理论模型中，如今首次以真实图像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样的科学突破无疑为研究太阳耀斑的起源与演变机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更重要的是，这些高精度图像将直接影响我们预测太空天气的能力。太阳耀斑往往会引发强烈的电磁干扰，若未能及时预警，可能会对地球上的通信系统、电网甚至航天设备造成严重干扰。那么，这项划时代的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我们对太阳这颗恒星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其背后的科学意义和现实影响。这一切的起点，其实只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例行观测任务。地点是夏威夷海拔3000多米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山顶，井上太阳望远镜在那里每天追踪太阳活动，积累数据。而这一次，平凡之中却诞生了不平凡的发现。当天的观测条件几乎堪称教科书级别，高空大气异常稳定，能见度极高，阳光毫无遮挡，望远镜在理想状态下运行，其图像清晰度达到了极限水平，这为捕捉耀斑细节提供了完美的机会。就在这样的理想条件下，太阳突然爆发出一枚强度为 X1.3 级的耀斑，这是 X 级中属于较强的等级，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数十亿颗核弹同时爆炸，足以影响整个太阳系的电磁环境。X 级耀斑代表着太阳爆发活动的最高级别，它们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量的紫外线和 X 射线，以及高能粒子流，能够穿越地球磁场，对人造卫星、无线电通信甚至宇航员安全构成威胁。这次观测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井上太阳望远镜首次在全分辨率模式下成功捕捉到如此高级别的太阳耀斑。换句话说，我们第一次用前所未有的清晰度亲眼目睹了太阳爆发的真实模样。井上望远镜配备了高度敏感的可见光宽带成像仪，专门用于捕捉氢原子释放出的特定波长的光。这些波段对于识别等离子体的流动、形状和密度极为关键，使得科学家可以从图像中清晰描绘出耀斑中复杂的结构变化。从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日冕表面浮现出一条条线状的弧形结构，这些细线宛如悬浮在太空中的发光丝带，随着耀斑爆发逐渐扭曲和展开。在周围强烈的光辐射映衬下，它们的存在变得更加鲜明，揭示出太阳磁场以极高复杂度组织着这些能量通道。不同于以往模糊、近似连续的环状图像，这次捕捉到的每一个等离子体环都清晰地展示出自身的结构特征，有些像麻花辫一样缠绕，有的则如笔直的光束般直接连接太阳表面与日冕层，展示出太阳磁场复杂而有序的力量。科学家们对这些环状结构进行了细致测量，结果发现它们的平均宽度大约为48公里，最窄的地方甚至只有21公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如此细腻的尺度拍摄到如此微小的日冕环，远远超出了之前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极限。事实上，关于日冕环到底能否细化到几十公里的尺度，这在天体物理学界已经争论了数十年。一部分科学家坚信这些环路可能极其微小，但由于技术限制，这一观点始终未能得到实证支持，如今终于尘埃落定。而现在，凭借井上望远镜拍摄下的高分辨率图像，科学界第一次拥有了确凿无疑的视觉证据。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过去的假设，也为未来的理论建模提供了坚实基础。能够实现如此高分辨率成像，归功于井上望远镜卓越的工程设计。它不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尖端光学科技的集大成者，从选址到材料，
从结构设计到温控系统，处处体现对极致观测性能的追求。井上望远镜拥有一面直径达 4.24 米的离轴主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专用太阳观测镜之一。更重要的是，它配备了先进的自适应光学系统，能够实时修正大气扰动造成的图像模糊，使得望远镜即使在直视强烈太阳光的同时，也能维持极高的成像清晰度和系统稳定性，不出现热膨胀或光学畸变。在光线最终进入成像系统前，它需要依次穿越10个精密镜面，每一面都经过精心研磨和镀膜处理，确保反射过程中不损失任何细节。这种复杂的光学路径设计，使得每一道阳光在抵达成像仪器前，已被校正至最佳状态，为最终获得的超高分辨图像打下基础。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科尔·塔姆伯里是此次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成果堪称一个重要的科学转折点，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长期理论推演与实际观测完美结合的象征，为整个太阳物理学领域打开了崭新的研究方向。令人惊奇的是，这次伟大的发现最初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观测，原计划仅为例行监测而设。然而，正是在偶然中，科学家们第一次得以以如此微观的尺度研究太阳耀斑的内部结构。这一进展如同在人类探索太阳的地图上点亮了一座新灯塔，宣告太阳物理学迈入了细节时代。早在几十年前，太阳物理学家就提出一个设想：太阳的日冕环并非整体连续结构，而是由成千上万条细小磁丝或等离子体细丝组成。但限于当时技术手段，这个观点始终无法被直接证实，只能存在于理论模型与计算模拟之中。过去的望远镜虽然已经取得不少关于太阳活动的图像资料，但其成像能力始终不足以揭示如此微观的结构。这就像用毛笔画精细地图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让科学家在探索太阳细节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尽管缺乏直接观测证据，许多理论模型仍不断尝试预测这些等离子丝的尺寸，普遍认为其宽度应该在10到100公里之间。但这些都只是数学推演，缺乏真实图像的验证始终是一个巨大障碍。所有这些数据归根结底仍是基于理论推测的产物，没有肉眼可见的实证，就像描绘一只我们从未真正见过的鸟，只能依靠描述与想象。科学界对这些结构的真实性始终心存疑问。如今，井上望远镜用它前所未有的清晰成像，第一次将这些曾经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变成了可以被观测、被测量的真实存在。等离子细丝不再只是如果存在的假设，而是真实存在于太阳日冕中的结构单元。正是通过成功捕捉这些最细可至21公里的等离子体环路，井上望远镜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耀斑内部世界。原本人们以为这些结构是宽大、模糊、难以辨识的光弧，如今我们才发现它们其实是井然有序、精密排列的线状通道，就像一张复杂的能量网，隐藏在太阳爆发的外衣之下。这些细丝状结构的存在，对我们理解磁重联这一关键过程具有深远意义。所谓磁重联，是太阳磁力线在高能状态下发生断裂并重新连接的现象，释放出巨大能量，直接引发耀斑或日冕物质抛射。而要准确模拟这一过程，了解这些磁结构的微观尺度至关重要。磁重联的规模越小，意味着能量释放过程可以更加快速而高效。这一观察结果让科学家们能在模拟中引入更多细节参数，比如磁场强度变化、等离子体密度波动等，从而更准确地还原耀斑在数分钟内完成能量释放的完整物理过程。这也有助于解开长期以来的能量释放效率之谜。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像终于让过去数十年来的计算机模拟从理论假说跃升为观测验证。多年来，科研人员不断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太阳活动模型，但始终缺乏实际图像佐证。如今这些模拟终于有了实景对照，成为可信度更高的预测工具。过去，不少模拟曾预示在太阳日冕中存在由等离子体系链组成的结构网络，但由于观测工具精度不足，这些预测被保守派科学家视为推测性结论，并未获得广泛认同。如今，随着井上望远镜图像的公开，
那些曾被质疑的模型正获得科学共同体的重新评价。现在，这些曾经备受争议的理论终于拥有了坚实的数据支撑。通过可视化的图像，科学家可以一一对照模型预测与现实观测，从而确定哪些机制成立，哪些仍需修正，为未来太阳活动研究提供清晰方向。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借助这些高分辨率数据，对现有模拟进行精细化调整，比如引入更真实的磁场配置、更准确的温度梯度分布等。这不仅增强了模型的预测能力，也让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更加稳固，真正实现从推演走向验证。除了精度上的突破，这次观测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日冕环的形态竟如此多样。这种结构复杂性远远超出科学家们以往对太阳耀斑中等离子体环的想象，为研究太阳磁场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提供了新的线索。在这次8月8日的耀斑图像中，科学家们观察到多种不同形态并存的环状结构，在耀斑底部，几束细小的等离子线簇聚成紧凑的三角形图案；在更高层，有些弧线跨度极大，犹如太阳大气中的桥梁；还有些区域则呈现出网状交织的状态，仿佛磁力线在太空中编织了一张巨大而精致的能量网络。这些形态各异的环路结构表明，太阳耀斑的内部并非一个统一的爆发体，而是受到局部磁场复杂分布的影响，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内部结构。每一条细丝，每一个焦点，背后都是磁场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展现出太阳表面之下那股隐秘而庞大的力量流动。在许多天体物理学家的眼中，这些细小的环状结构不再是耀斑附属的偶发现象，而是构成耀斑活动的基本构件。它们就像是建筑中的砖块，正是这些细丝状环路的积累与重构，才最终汇聚成耀斑这样剧烈的能量释放事件。打个比方，就像水是由无数个分子组成，分子又是由原子构成一样，大规模的太阳耀斑或许正是由成千上万条细丝结构互相作用、耦合，引发磁场重联后，才产生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这一认知让我们看待太阳活动的角度从大爆发转向微结构，这是一次观念上的跃迁。如果未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一假说，那么太阳物理学将迎来一次范式转移，从宏观层面观察和研究耀斑，转向微观层面对其基本单位进行剖析。就像粒子物理从研究原子核扩展到夸克和希格斯粒子一样，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看到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为何会这样发生。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发现不只是天文学界的学术胜利，更在现实层面具有深远影响。它不只是让我们更懂太阳，更可能让我们更好保护地球。当科学深入到影响技术系统的核心机制时，研究成果将直接转化为现实中的防护与应对方案。太阳耀斑及其伴随的日冕物质抛射，是太空天气中最重要、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这些高速喷射出的等离子体云，一旦撞击地球磁场，就可能诱发强烈的电流，干扰高空电离层，影响无线通信，甚至让卫星失控、飞机改航、电网瘫痪。这些听起来或许像是科幻场景，但其实它们都不是假设，而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科学文献与各国报告中记录着多起由太阳活动引发的真实灾害，它们提醒我们，太阳不仅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是技术文明的潜在威胁。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发生在1989年3月，那场由太阳耀斑引发的强烈地磁暴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整个电力系统瘫痪，900万人陷入黑暗长达9小时。这一事件震惊全球，也促使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太空天气的潜在风险。2003年所谓的万圣节太阳风暴再次敲响警钟，强烈的太阳粒子风不仅干扰了卫星通讯，甚至让几颗卫星失灵，并迫使航空公司临时更改飞行航线，以避免高纬度地区宇航员和乘客暴露在更强的辐射中。更早的1859年，卡林顿事件堪称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当时全球电报网络几乎全面瘫痪，电报员被电击，电报纸着火，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极光甚至出现在加勒比海和哥伦比亚上空。这说明，若此类事件在今日重现，
其破坏力将是空前的。相比19世纪，人类今天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卫星导航、互联网、航空运输、电力系统、银行结算，几乎所有现代基础设施都离不开太空环境的稳定性。而这也意味着，一场强烈太阳风暴可能在数小时内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停摆。如今，从头顶飞行的卫星到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导航系统，从跨洋航线上的飞机到全球数据传输的互联网主干网络，从家家户户的电力供应到国家级的电网调度系统，这一切都严重依赖于地球周围太空环境的稳定性。而太阳一旦发脾气，这些系统都可能遭遇严重干扰，甚至崩溃。更令人警觉的是，即便不是最强等级的太阳风暴，哪怕只是中等强度，也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多米诺效应。例如，一颗受干扰的通信卫星可能影响金融交易系统的准确时间戳，进而扰乱国际金融市场。技术系统之间的高度联动性，正是我们面临的新型风险。正因为井上望远镜首次揭示了太阳内部仅几十公里尺度的等离子体环结构，科学家终于得到了构建更精密太空天气预测模型所急需的微观积木。这些细节数据就像地图上的坐标点，让模拟不再仅仅依赖宏观趋势，而是基于真实的、可观测的微结构构建起来。一旦科学家能够深入了解磁重联在几十公里尺度上的具体机制，他们就可以构建出更敏锐的预警系统，提早数小时甚至数天预测耀斑爆发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不仅能知道风暴要来了，还能大致判断它的强度、持续时间与地球上的影响区域，为航空、通信、军事等行业赢得关键的响应时间。这项突破性的发现不仅让我们更了解太阳，还开启了更广阔的天文视野。如果这些微结构是太阳活动的基本单元，那么它们也极有可能存在于银河系中成千上万颗类似太阳的恒星上。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解锁一套适用于更广泛恒星系统的新规则。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确认这些等离子体细丝是太阳耀斑的细胞级结构，那么这套物理机制就不应只是太阳所特有。其他恒星，从红矮星到超巨星，或许也遵循相似的活动逻辑。这将使恒星活动研究真正从个案分析升级为普遍物理规律的探讨。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细丝结构如何影响耀斑爆发，我们也就能进一步理解恒星对其周围行星系统的能量供给与潜在威胁。这对天体生物学、系外行星宜居性评估，乃至未来星际移民的风险预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必须明确的是，2024年8月8日的这次耀斑观测，仅仅是井上望远镜长达数十年研究征程的第一步。它像一本新书的序章，揭示了前所未有的细节，也预告了接下来将涌现的更多突破和震撼。接下来的几年将是太阳研究的黄金时代。除了井上望远镜持续不断的高精度地面观测，美国帕克太阳探测器与欧洲的太阳轨道器将在2027年前后进入核心任务阶段，从近距离采集太阳粒子数据与磁场信息。空地协作将让我们第一次以立体视角全面揭示太阳耀斑从诞生演变到爆发的全过程。通过这些突破，我们不仅验证了多年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更极大地提升了我们预测与应对太阳风暴的能力。从防护卫星到保障电网，再到制定航空策略，这些知识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持续为地球提供看不见但关键的保护伞。而更令人着迷的是，这颗我们以为已经了解的恒星，其实仍藏有大量谜团，等待人类去揭晓。2024年8月8日，不仅是一次耀斑被捕捉的日子，更是几十年科学争论得以落地生效被实证的一刻。从21公里的小环中，我们看见了大科学的前进。这是一次关于尺度、关于证据、关于理解宇宙基本构造的巨大飞跃。太阳物理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真正注重微观机制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突破将推动太空天气预测从模糊推断走向精准预报。就像气象学因卫星而进入现代化一样，太阳物理学也正借由井上望远镜迈入智能时代。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科学水平，更提升了人类文明面对宇宙威胁时的应变力与生存力。太阳，
这颗恒星陪伴我们已有46亿年，而我们对它的理解仍只触及皮毛。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研究与探索，未来我们还将揭开更多关于它的奥秘。这不仅关乎科学，更关乎地球的安全、技术的未来，甚至人类的命运。感谢您的收看与关注，希望今天的讲解能让您对这场太阳科学的重大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让我们一同期待人类继续向星辰大海迈进的旅程，步步精彩，步步光明。